然后再变回合体形态的大裤衩，打开这一块的扣子，往下稍微的拖一点点，把这2个膝盖的关节折过去，齿轮关节放下来，大腿扭平，这一块撸上去，前裙甲翻下来，再打开前裙甲，把中间的连接关节翻起来，这一块扭正，顺着根部的球关旋转180度。好，开始组合。我们单体把玩的时候已经都把它变过了合体形态，这一回直接往上插这一块的滑槽，扣进去，然后把这个裙甲放下来，对准，中间这里的扣子夹住，掏出它的枪来，把这俩扣子进行2次的锁定。双腿组合的时候，记得先把这一块膝盖往后折叠，它这里是一个双层的结构，拉出来以后露出合体的关节，把它滑槽插进去，再把腿掰正的时候，正面这里就完全的封住了，哎，很不错的一个感觉。另外的一条腿插进去，再折回来，把这口封住。2个肩膀同样，这个2档的滑槽插进去。当时啊，这一块拿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哎，很容易松脱掉下来。所以大酱社在最后一盒里边加了2个肩部的增强补件，我们把它从这儿扣上去，顺着肩膀后方这里看，插槽对准，把它用 C 型扣夹住，这个时候就很结实了。把这一块的插销再放进去锁一下。钢边和烙铁这2条手臂哪个在左哪个在右啊？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在一些动画片和美图里边，这2个时左时右的也是，你只需要更换一下手，2个都可以来回的插，按自己的喜好来吧。整体的一个画风跟记忆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出入还是很大的，它借鉴了一些元素，但整个的一个堆砌起来的效果，这种机械的层次感做的还是更像是如今这些第三方的半原创设计风格。我尤其很喜欢这一块机关炮的一个主炮口的位置展开变成的胸甲感觉。合体完成到天线的最高处25.5公分左右，要是到炮的顶端，肩膀的最高处可能得29公分了。也是一个目前主流的小比例合体金刚的身高。整体的用料材质还不错啊，单体的变形都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但最后的组合虽然说也是用到了这些配件进行合体，但至少它合体的配件还能拼出来一个很概念化的一个赛星坦克。用料材质的手感，还有整体的一个美术风格，会让人或多或少想起来曾经的 MT。在单体时候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碍眼的背包的部分，合体完成以后，再加上整个一个肩膀的宽度啊，其实看起来倒是也不是不能接受。头雕的样子很不错，脖子有一个挺大的球形关节活动范围，肩膀这里其实是2段的关节啊，所以呢平举也能举起来。肩关节360度的旋转啊，太酸爽了。嘎吱嘎吱的声音也是源自于赛钢料的这种耐磨性，而且肩膀位置加上了这个加强的 C 型扣子以后，既增加了肩膀宽度的一个肉感，同时锁定的还很好，提起一条胳膊完全不会掉下来。2头肌根部可以旋转，这一块也是赛钢的料子，很嘎吱。手肘关节一段弯折90度，全指可动手，手腕这里左右也可以旋转。它在这些重要的关节位置都使用了赛钢零件，这个也是非常刺耳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支撑性，还有它的一个耐磨稳定性吧。腰部这里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同样是赛钢的声音。前踢齿轮关节，后踢侧抬就没有齿轮了，但是干涉的几乎没有，幅度很大。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这里其实是带有一个膝盖甲的联动效果，也是脱出的时候挡的那块肉立正了以后锁死了组合的关节，所以这条腿也是很稳定的，不会掉下来。屈腿2端关节折起来90度，大脚丫左右整脚的接地。计算王的相关玩具出的非常少，主要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到了变形金刚动画片的末期啊，登场的戏份并不多。
但是角色的塑造魅力还是很强的，尤其他和钢索的一些联动画面，被像父亲一样的钢索赐予了聪明钢索的智慧之后，也成为了汽车人这边最强的算力。放眼如今啊，就相当于钢索写了一个算法，创造出了一个 DeepSeek。其实从单体到最后完成合体，我们能从大酱社的这一套玩具身上看到，这个厂家是想用心把这套产品做好的，也是在最后的一盒产品里边加入了肩膀 C 型的加强部件，让组合的稳定性和美观程度又得到了进一次的提升。其实放眼如今的第三方小比例市场，做计算王合体的目前还真没有，也算是独一份。再加上售价方面也是比相对来说主流的一些第三方小比例产品要便宜不少。虽然最后的组合方式也是使用了大裤衩以及手脚这些配件来进行美型的补充和关节支撑的稳定性处理，但至少还能想着把这些配件能攒一个坦克出来，也算是增加了玩点。那么大家觉得大酱社的这套计算王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